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？天空为什么偏偏是蓝色的？不是红色，不是绿色，也不是透明的，而是这种看似理所当然却又说不清来源的蓝色呢？最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会答错。有人说是大海反射的颜色，有人说是氧气本身就是蓝的，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，对吧？但真相恰恰不是这样。如果你现在站在户外，抬头看一眼天空，你看到的那一片蓝色，其实并不是天空本身的颜色，而是一个复杂物理过程的结果。换句话说，天空本来是没有颜色的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天空本身没有颜色，那你看到的蓝到底从哪儿来的？答案要从光说起。我们先来拆一个你可能从小就听过，但未必真正理解的概念：太阳光是白色的。这句话对，但不完全对。严格来说，太阳并不是发出白光，而是发出一整套电磁波。这些电磁波覆盖了极其宽广的范围，从伽马射线到无线电波，全都包含在内。而我们人眼能看到的，只是其中一小段，被称为可见光。这一小段光，如果用三棱镜拆开，你会看到熟悉的7种颜色：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也就是说，你眼中的白光，其实是各种不同波长光混合在一起的结果。这里有个关键点，不同颜色的光本质上就是不同波长。红光波长最长，大约在700纳米左右；蓝光和紫光波长较短，大约在400到450纳米之间。好，现在进入核心问题，当这些混在一起的光从太阳一路飞向地球时，会发生什么？它们会穿过地球的大气层，而大气层并不是空的，里面充满了气体分子，大约78%是氮气，21%是氧气，还有少量氩气、二氧化碳、水蒸气等等。当光进入大气层，它就开始撞人了。准确来说，是光的电磁波作用到这些气体分子上，让分子内部的电子开始震荡。电子一震荡，就会重新向外发射光。注意，这个重新发射的光不再沿着原来的方向走，而是向四面八方扩散。这就是散射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关键在这里，不同颜色的光被散射的程度不一样。短波长的光，比如蓝光、紫光，更容易被这些小分子激发，于是被散射得更厉害。而长波长的红光就相对稳重，更容易直接穿过去。这个过程在物理上叫锐利散射。另外，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律，散射强度和波长的4次方成反比。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波长越短，散射越强，而且不是一点点强，是指数级增强。举个直观的比例，蓝光的散射强度大约是红光的10倍左右。所以，当阳光进入大气层，大量蓝光被打散，像烟雾一样铺满整个天空，从各个方向进入你的眼睛。于是，你看到的天空就是蓝色。说到这里，你马上就不服了。既然紫光波长更短，那为什么天空不是紫色的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，直接告诉你，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太阳光中紫光本来就不多，太阳的光谱在蓝绿这一段更强，而紫光相对较弱。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你的眼睛对紫光不敏感。人类的视网膜里有3种锥状细胞，分别对红、绿、蓝比较敏感，而对紫光的响应很弱。所以即使有紫光进入你的眼睛，你的大脑也更容易把它归类为蓝色的一部分。再加上高空中臭氧层会吸收一部分紫外和紫光，最终能到达地面的紫光就更少了。于是多重因素叠加，你看到的就是蓝，不是因为没有紫，而是蓝压过了它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天空为什么是蓝的，但事情还没完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天空其实并不总是蓝色的？比如日出和日落的时候，天空会变成橙红色，甚至是血红色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答案还是同一个机制，只是路径变了。当太阳在头顶时，光几乎是直线穿过大气层，路径很短。但当太阳接近地平线时，光要斜着穿，路径一下子变长了好几倍。路径一长，会发生什么？短波长的蓝光和紫光早就在高空被散射掉了，根本到不了你的眼睛。能坚持走完全程的，只剩下那些波长长、不容易被散射的红光和橙光。
于是你看到的天空就变成了红色。换句话说，中午的天空是蓝色，是因为蓝光被散射到处都是；傍晚的天空是红色，是因为蓝光被消耗掉了，只剩红光。同一套物理规则，不同的几何路径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再往深一点想，你可能还听过一句话：地球是蓝色星球。那这个蓝又是怎么来的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因为大气层散射蓝光，但这个解释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。如果你真的从太空看地球，你会发现大气层反射的蓝光非常有限。真正让地球看起来蓝的主因是海洋。大家都知道，地球表面超过70%被海洋覆盖，而海水对不同颜色的光吸收能力不同，红光、橙光、黄光很快就被吸收掉了，蓝光则能在水中传播更远，然后被散射出来。所以你看到的大海是蓝的，而从太空看，这一大片蓝色汇聚在一起，就形成了蓝色星球。换句话说，天空是蓝的，是因为空气在散射蓝光；地球是蓝的，是因为海水在保留蓝光。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给了你同一种颜色。现在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？你可以用一句话总结：因为阳光中的蓝光在穿过地球大气时，被气体分子强烈散射，最终从四面八方进入你的眼睛。但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整个过程，你会发现，这个蓝色其实是一连串精密物理条件叠加的结果。只要有一个条件改变，天空的颜色就可能完全不同。比如，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，天空会是什么颜色？答案是黑色。就像你在月球上看到的那样，哪怕太阳就在头顶，天空依然是深空的黑，因为没有空气，就没有散射。再比如，如果大气的成分改变，天空也会变色。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如果一个行星的大气中颗粒更大，散射机制就会从锐利散射变成米氏散射，那时候天空可能会变成灰白色，甚至偏黄色。也就是说，蓝天并不是宇宙的默认设置，而是地球刚刚好满足了一整套条件的结果。说到这里，是不是有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感觉？你每天抬头看到的那片蓝，其实背后是光、分子、波长、感知一整套精密协作的结果。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另一个星球，抬头看到的天空是绿色、紫色，甚至是黑色，你还会觉得奇怪吗？还是说，你已经知道，那只是另一套物理规则在那里成立了而已？好了，关于天空为什么是蓝色，你现在真的明白了吗？如果还不明白，你再看一遍吧。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喜欢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